Hello，大家好。首先，非常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。我知道接下来你可能会有很多新的东西要学，所以我们特别准备了这个重点复习，希望能帮助你快速抓到工厂运作的核心概念，让你对未来的工作轮廓有个更清楚的了解。我猜你刚进来，看到工厂里头这么多机器，一堆物料，还有跑来跑去的流程，是不是觉得哇，头有点晕，感觉好复杂？跟你说，这完全正常啦，真的，每个人刚开始都跟你一样。但其实你可以把工厂的运作想象成一个超大型的团队合作游戏。只要你搞懂了几个核心的游戏规则，你很快就能上手，找到自己在这个游戏中的超棒位置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把这个游戏的攻略一步一步拆解开来看。OK， 今天我们的攻略地图长这样。首先，我们会先认识一下游戏里的关键角色，也就是人。再来，跟着一张订单跑一趟，看看它是怎么从一张纸变成实实在在的产品。然后我们会聊聊采购跟外包，这两个听起来很像，但其实差很多的概念。接着是一个超级重要的观念，为什么管库存就等于管钱？再来看看有哪些数位工具可以帮我们闯关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，我们会把前面说的这一切跟你自己的角色连起来，告诉你为什么你这么重要。好，那第一站，我们就先来认识一下队友吧。毕竟要打赢一场团体战，你总得知道你的队友是谁，他们各自负责什么，对吧？在我们工厂这场接力赛里面呢，主要有4个核心选手，你可以记一下：业务、生管、仓管，还有采购。他们就像接力赛的4个棒子，每个人都超关键，少了一棒，客户的订单这根接力棒就跑不到终点哦。好，第一棒就是我们的业务团队，他们是面对客户的第一线，就像是我们的先锋，负责把订单这根最重要的接力棒从客户手上接过来。你想想看，没有他们，这场比赛根本连开始都没办法开始，对吧？OK， 订单进来了，但我们总不能两手空空就开始生产吧？所以第2棒选手采购就要上场啦。他们的工作呢，就像是我们的大厨采买员，要去市场上把所有生产需要的原料、零件，也就是我们的食材，全部买回来，确保我们的厨房有米有菜，随时可以开火。那食材买回来了，当然不能随便堆在地上嘛。这时候，第3棒选手仓管就登场了，他们就是我们整个工厂的大总管。他们的工作不只是把东西收好放整齐而已哦，更重要的是要非常精准的控管数量。记住，仓库里的每一样东西通通都是钱耶，这点超重要。那问题来咯，业务接单，采购买料，仓管收料，那到底是谁来协调这一切的？这就是我们最关键的第4棒，也是整个团队的大脑跟指挥官——生管。你没听错，在工厂里，生管就是核心。他们就像一个交响乐团的指挥，要确保每个部门、每个步骤都完美衔接，让整个生产流程顺畅无比。好，我们认识了几个关键角色，那现在我们就实际来跟着一张订单，走一遍它在工厂里的奇幻旅程，看看它是怎么从一张纸一步一步变成你摸得到的产品。这个旅程基本上可以分成6个主要的站点。来，我们跟着走一次。第一站，业务接到订单，然后呢，生管就会开出一张制令工单，这就像是生产的入场券。接着，产线就拿着这张票去仓库领料，料领回来了，就开始生产制造。东西做好了，会先送回仓库入库放好。最后一步就是安排销货，把热腾腾的产品送到客户手上。你看一个完整的循环就这样完成了。刚刚我们一直提到一个词叫做制令单，全名是制造命令单，这到底是什么？其实很简单，你就把它想成是我们工厂内部的生产食谱，是生管开出来的，上面会写得清清楚楚，我们今天要做哪一道菜，也就是什么产品，需要哪些材料，还要做几份。
现场的师傅们就是看着这份食谱来动工的。好，那在生产过程中，我们常常需要跟外面的厂商合作，取得一些零件或服务。最常见的2种方式就是采购跟外包。这2个词你以后会一直听到，它们听起来很像，但意思完全不一样，搞懂它们的差别很重要哦。来，我们直接看差别。最简单的分法是，采购是连工带料，我们是买一个完整的东西；而外包呢，是代工不带料，我们是买一个加工的服务。举个例子好了，我们直接去外面买一颗已经做好的螺丝，这就是采购。但如果是我们自己提供金属棒，请别的工厂帮我们把它车成螺丝的样子，我们只付它加工的钱，这个动作就叫做外包。这样是不是清楚多了？好，不管我们是采购进来的，还是外包做好的，这些东西最后都会进到我们的仓库里。那接下来我要讲一个你在这里工作，每天都必须刻在心里的核心观念，就是管理库存其实就是在管理钱。你没听错，这句话请你一定要记住，库存就是资产，管理库存就是在管理钱。为什么要一直强调这个？因为你想想，当你手上拿着的不是一个冷冰冰的零件，而是好几张1000元大钞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会更小心、更谨慎？你会确保它不会弄丢、不会弄坏，更不会把它忘在某个角落里，对吧？这就是我们要的心态。那我们要怎么知道我们电脑系统这个数位账户里的钱，跟仓库这个实体保险箱里的钱数字是一样的呢？答案就是我们要定期盘点。盘点这个动作就跟你去刷存折对账一样，我们要去核对系统上的数字跟现场实际的数量是不是一模一样。我们的最终目标就是达到账实相符。但如果管理不好，或者账跟实对不起来，这一钱就会过期，变成所谓的呆滞物料。什么情况会发生呢？比如说产品改版了，旧的料用不到了，或是设计突然变更，买错了，买太多了，甚至客户突然取消订单，这些东西就会变成一堆动不了的资产，静静地躺在仓库里，但其实他们每天都在默默地吃掉公司的利润。哇，听起来这么复杂，要管人、管流程，还要管钱，光靠人力跟纸本记录肯定会天下大乱。别担心，幸好我们活在现代，有很多厉害的数位工具可以当我们的神队友。来，我们来看看有哪些。我们整个工厂资讯系统的核心就叫做 ERP， 中文是企业资源规划。你不用记全名哦，你只要记得它就是我们工厂的中央大脑。所有部门，不管是业务、采购、生管还是仓库，所有的资讯都会流进这个大脑里。这样的好处是，我们所有人看的都是同一份资料，讲的都是同一种语言，不会有鸡同鸭讲的状况。那这个大脑要怎么知道工厂里发生了什么事呢？我们就要不断的喂资料给他。喂资料的方式有很多种，最传统的，就像你去便利商店买东西，店员会用扫描枪刷条码，这是1对1的。进阶一点的是 QR code， 能存的资讯更多，但还是一样要一个一个扫。那最先进的呢，叫做 RFID， 它就厉害了，它可以用区域感应，就像你推着一整车的东西通过一个感应门，哔一声，所有的东西都读进去了，是批次读取，效率超高。除了我们刚刚说的中央大脑 ERP 之外，我们还有一些专家系统来辅助它，比如 WMS 仓储管理系统，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仓库专用的 Google Map， 让你在茫茫料海中快速又准确地找到你要的东西。还有 MPR 产线回报系统，它就是数位化的生产日报，让现场回报变得超简单，不用再写一堆纸本。最后是 APRS 先进排程系统，这个超强，它是生管的 AI 军师，会自动帮忙算出最有效率的生产排程。好，讲了这么多角色、流程还有工具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，我们要把它全部串起来，连接到我们工厂最珍贵的资产，没错，就是你。我想请你记住这句话，一个企业真正的宝藏是那些愿意提出问题，而且会主动去解决问题的人。
我们今天花时间跟你说这些，不是要你变成一个只会照着 SOP 走的机器人。正好相反，我们是希望你在了解整个游戏规则之后，能用你的眼睛去发现，诶，这里好像怪怪的哦。用你的大脑去想，诶，有没有可能这样做会更好？所以今天你学到的所有东西，都只是你的新手装备而已。真正的价值在于你怎么运用这些知识，去发现我们可能没看到的问题，甚至提出你自己独特的解决方案。所以，你准备好成为那个解决问题、推动我们整个团队不断往前走的关键人才了吗？再次欢迎你的加入，我们非常期待你为我们带来的新火花。